姐妹一嫁。从前，莱耶县一带的一个山下面，住着2户人家，一家姓毛，一家姓张。姓毛的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有一妻一子，妻子除了操持家务，就是山坡开荒种地。儿子叫毛娃，到8、9岁就随着父亲跑遍7岭8沟放羊。姓张的是个穷读书人，屡次赶考都没有得中，在这里教几个村童度日。他的妻子生有2个女儿，大的叫张荣，小的叫张真。这牧羊人憨厚朴实，虽过着贫困的生活，但每天赶着羊群，早出晚归，高兴起来还唱上2句地方戏，自得其乐。这读书人深感时运不济，犹如蛟龙失水，整日愁眉苦脸，一面敷敷衍衍地教着书，一面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。毛妻和张妻感情很好，他们时常在太阳底下一块做针线，一块谈天说地。毛娃和张家2姊妹岁数差不多，感情也很好。毛娃有时把他俩领到山那边去采野果，张荣爱说爱笑，常常很瞧不起人。张真却沉默寡言，在那边玩，不多说话。这位张先生虽说年纪已近40了，可还是没有忘记赶考，希望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。这天和妻子商量要进京赶考的事，只是凑不够盘缠，愁得唉声叹气。牧羊人的妻子见张先生近日来精神特别不快，就偷着问张妻，张妻便把丈夫的想法告诉了对方，最后说他这都是痴心妄想，安安分分的过个穷日子，有什么不好？牧羊人的妻子晚间闲话，又把张先生的心事转告牧羊人。别看这牧羊人穷，倒是个极肯帮助人的，就和妻子计议如何帮助张先生。第2天，牧羊人便在他那不大的羊群中挑选了几只最好的，不声不响赶到集上卖了。他把钱拿回来，全部送给了张先生。这张先生平时虽未把牧羊人放在眼里，也不能不被对方解囊相助的慷慨行为所感动，同时又觉得受之有愧，一再表示不能接受。这牧羊人却十分固执，他说：“咱们都是穷人，你有难处我可以帮助你，我有难处你也可以帮助我，你要不收下，就是瞧不起我。”张先生推辞不过，这才一躬到地，将钱收下。终于，张先生整顿了行装，选择好吉日，决定进京了。出发前夕，特意把牧羊人一家老小3口请到自己家里来。2家人坐定之后，先生郑重地向牧羊人说：“我这一去，他们母女3人就托付给你了。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牧羊人忙问什么事情。